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的是政治问题。解放军报讲了严重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我的解读就是抗命，抗谁的命？抗习近平的命，也就是张又侠想要当军队里面的老大，架空军委会主席。毛泽东建立的解放军基本原则就是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那张又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跟刘振立两个人严重损害军委会的权威？到底发生什么事？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猛打石虎。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在中国内部祭出的反贪腐权哦，高官频频落马。另外呢，针对100万人也是反腐零容忍，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因为川普最新喊出了3喊哦，他说习近平他是中国唯一的老大。同时间，我们看到今天会来特别讨论了，光是1月份就连斩了10名的高官，代表中国现在权力结构已经拍板定案，正式进入收官期吗？第二件事情来看，除了一月倒了10个人之外，高官还有1年查了上百万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反腐了吗？现在是以反腐为名的一个政治清算吗？我们今天也会来做关心。最后今天会来看到是110名的这个将领，他们都落马了。张又侠出事，这个到底是贪腐的问题，还是习近平要确保军队主要只认他一个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是川普总统也正式的来为中国大陆背书了吗？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打贪这件事情，除了这个张又侠案之外，还有许多起的案件不断的爆发。那么川普最新呢，他在空军1号上面受访讲了3次哦，他说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甚至刚刚说了，他就说了3次他是老大。那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光是1月份中国政坛的反腐风暴持续的延烧，因为1月短1个月内有10名现役或者是退休的这些重量级高官都被宣布要进行调查，或是直接落马。而这一些高官，今天我们会来稍微看一下，其实横跨了包括了军方、还有部会，甚至是央企、地方党委等等，等于一次把政治、经济跟军事的3条命脉的官员都做了一次性的清洗。好，来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官员，除了我们节目谈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张又侠案跟刘振立之外，其他还包括了相关的管理部门，或者是前内蒙古的这一些自治区党委书记，甚至涉及到一些企业的一些总经理，所以这高官数下来大概有10名左右。习近平在最近也不断的强调，他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一场重大的斗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的言论，他称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那在对比说1月份有10名的高官落马，有什么相关性？现在就是要全力的打老虎，倾全力的这个终极收官吗？委员怎么看？请问一下，有人怀疑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吗？川普一就任美国总统，马上砍掉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上砍掉好几个4星上将，现在又说要把4星上将砍半。请问一下，有人怀疑他是老二吗？没有怀疑他老大，连那个联准会主席啊都被他修理得很惨。不只是如此啊，这个美国大概连参众议院都臣服在他脚下。所以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那为什么习近平不是中国唯一的老大？啊，还有2个老大、3个老大，这很奇怪。又不是伊朗跑那个教主是老大，比总统还大。这个正常的政治体制国家一把手就是一个老大，不会有2个人。那习近平是真的以前不是唯一的老大吗？还有唯二吗？这个就是我们来讨论的。但这2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政治性，说你是不是老大，有没有挑战你权威，有没有人故意要削减你权力，或者故意要造反。好，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贪腐。贪腐简单讲就是拿钱。好，那这里面呢，名单上的确有人是拿钱的，什么一开头这个大陆媒体就讲说，这个贪腐问题严重啊，比如说王湘熙啦、孙少平啦、顾军，那这是在经济问题，就是属于拿钱，然后出卖公帑，或者是批什么特权给谁，拿到什么好处。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只是他的问题说
2013年，习近平打贪反腐搞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贪腐吗？一年真的要查100万人吗？那会不会这个机制是不够，还是哪边出了问题？哦，这个大陆要自己去检讨。第二个，如果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的是政治问题。因为《解放军报》讲了5个严重，看起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啊。他第一个严重是说严重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什么意思？抗命。我的解读就是抗命，抗谁的命？抗习近平的命，也就是张又侠想要当军队里面的老大，要架空军委会主席。不然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没有别的解读。这个自从毛泽东啊，在这个古田会议这个建立的解放军的基本原则就是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其实这是个现代文明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很多欧美国家也有2条原则啊。第一个，文人领军，国防部长一定是文人。第二个原则更经典，不许军人干政，就是2个原则。跟这个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2个是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区别啊。又不是军阀时代，所以不会有这种状况了。那张又侠是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跟刘振立2个人会去这么严重的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然后严重损害军委会的权威？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任用私人吗？还是这个不服从命令随便调动这个军队等等？还是有人更严重讲说有兵变或者兵谏，或者要推翻习近平？有没有那个海外的那些一些异议人士讲得像讲故事一样但不管如何，这个东西大陆上也真的要深自去检讨，是不是有更好的制度来防范这些事情这个没有人怀疑美军会兵变为什么？因为它的制度很完整，很完整。那习近平讲对反腐败是个输不起的一场斗争。任何一个腐败的政权一定会走入灭亡。现在伊朗就是这个情形。任何一个腐败的军队绝对不会打仗的以前的八旗兵就是个德性以前你看这个满清入关都英武最后怎么样？吃喝拉撒享受豪华，就打不起仗了。整天贪污那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满清灭亡嘛。所以习近平应该也了解到这些历史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川普讲说，习近平是唯一的老大，是的，他还讲他自己，我是美国唯一的老大。是好，那可是重点就是习近平他要这时候立案做了非常多的贪腐的调查，但是在去年2025年，我看到这个案子超级多，101万件，处分了98万人，包括省部级以上115人，这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是在打贪腐，还是有没有可能上对下的一种政治清洗？马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它这个反腐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主要源自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允许当时的军队因为很穷，所以他允许他们从事事业性的这种经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军的地位很高，所以当他们去经营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垄断。到了1998年的时候，江泽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一个决定说，从此以后大家不准再经营。但是问题是，78年到98年这20年大概就积重难返了那大家也变成一种习惯。换句话说，你以现在台面上可能60到70岁的这些政治人物，以前都经历过这个贪腐的阶段。那也就是说你会拿到高官的位置，基本上你没有干净，应该是这样理解。所以他的问题不光是这几个高官，而是他是整串人。所以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十几年里面，每一年平均大概80到90万人被立案起诉，就贪腐的这个立案起诉。所以这个累加起来，这个数字非常的高这个可能将近1000万。中国共产党才9000万到1亿人，也就是10个共产党有1个被查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个内部贪腐问题是非常严重。所以习打贪，我认为一开始是真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打贪的过程里面也可以肃清对他有威胁性的敌人或政敌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单纯。所以我认为在后面的这个反腐的过程里面，它同时体现着2种
目的，一个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更健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肃清政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支持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底是它目的到底是放在肃清还是反腐，我认为其实从现在太阳上看起来应该是都有。好，肃清跟反腐两件事情同样并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这个美国驻中大使，他也针对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评论。他是 David Perdue， 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呢，这一场行动除了是纠正军中的贪腐问题之外，也是具有高度性的，因为习近平要确保军队可以完全的掌握控制权。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啊，从中国共产党他之前，他就以毛泽东主席那个时候他就强调的，也就是刚刚郑源老师特别提出的党指挥枪。那如果是党指挥枪的话，那其实因为共产党以前在这个党指挥枪没有开始例行之前，它其实是受到一些教训的啊。那也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他们只着重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没有争取部队的支持。所以最后呢，在国共分裂之后，他就受到了这一个军事的这个讨伐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就是经由这个教训之后，他开始例行党指挥枪。那刚刚那个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之前有关于军队它可以经营很多企业的部分啊，但是后来不准。但是后来还有遗绪，什么样的遗绪呢？也就是2015年开始进行军改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不断的在起飞，不断的在更换。那在这些更换的当中，当然就会有人上下其手。我举个例子，也就像我们现在在谈到，如果台湾海军曾经发生的弊案，也就是我们讲到拉法叶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们台湾在更换装备的时候，那就会有人上下其手啊。那至于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大家其实都有份。那之前南华早报还用了一种形容词，它叫做他方式的贪腐，也就是贪腐一抓就是那个一串那个肉粽这样子拉起来，所以只要下面的人不断的往上咬，那就会是这个样子。那我再举一个我亲身遇到的例子啊，之前我在念这个世新的新闻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陆生啊。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有的时候闲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因为你们当兵啊，就是入伍是因为家里比较穷吗？”那个是2013年以前的事哦。他说没有，家里要有2个才能够去当兵。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家里比较穷去当兵。他说不是，他说因为当完兵之后，因为军方有非常多的优待啊，或者是他可以从事特许行业，所以他就变成他去当兵。但是你要能够去当兵，能够升官，能够进入到某些部队，对不起，通通要钱。可是后来我在听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开始习近平主席开始打贪的时候，就全部拉下来，就是曾经你有收过钱的，通通都是这样。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郭伯雄的那个阶段，那他们遇到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解放军报啊，他就讲到永远吹响冲锋号。然后他在谈到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那他这件事情就专门对准了张幼霞来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就是军2代，因为其实张幼霞的父亲也是军人。然后他讲说，功劳不是抵罪券，因为2次的这一个越南的那个惩越战争，张幼霞都有参加。所以现在他们这种说法呢，也就是一锤定音，反正这些人就是要落马，这些人就是要更新。但是对于解放军的指挥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的，因为其实他后面都还有层层的代理人。举个例子，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年初的时候进行的这一个
正义使命2025的这个军演的时候，是其实他的司令员只上台了那个1个礼拜，就立刻的进行。为什么可以？因为军队的指挥链非常清楚。今天换了这一个司令员，就跟随着司令员做就对了，所以没有指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针对张幼霞的这个案子来做更深入的一个解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说了不敢开战，尤其在这个台海地区，所以落马吗？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解密。现在也揭秘有几十万的解放军填海，是否背后有另外一个真相呢？今天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看到张幼霞，他这一位高官是资历最深的红二代背景最硬的一个核心的人物，深陷在这个违纪违法的调查当中。现在网络上也传出了一些的谣言，说他之所以落马，是因为呢，他致了一封信。公开信给习近平主席，而且内容其实倍具争议，因为他这个信中是指说，针对台海战争会有风险，他引用了前将领的一个言论，我们要来特别看到他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特别讲到了，这是刘亚洲的言论，他说呢，几十万的军人填海里面也靠近不了台湾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张幼霞他也点出了在四个期望，特别点到的是21大的卸任，还有不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永远不要跟美国为敌，还有真诚改革开放，并且还权于民。公开信的这个内容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哦，也有人在看说，这是真的有这封信吗？还是真的体制内？这个解放军的体制内有分歧，或者是根本就是境外势力在操作一场心理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说，为什么张幼霞这一次备受关注？因为她的地位真的很崇高。尤其我们来看到几个她有关于她的生平上面的回顾，她是红二代的血统，并非是一般的将领，尤其是父亲是老红军，也是开国将领。那么他跟这个父亲跟习近平的家都可以说是军中的世交，属于典型的红二代军人。再来就是说，他是真的有参与过战争，在1979年的时候，中越战争当中有参战，被认为是少数在现役高层中有经历战争的人。那么在军中呢，长期又被视为是务实派，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会唱高调。历任来说，他也是这个掌握了许多的军工跟装备跟采购的命脉，更被视为是他有实质的掌握这个军权的核心。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解放军报的说法，特别强调说，其实重点也不是贪污这件事情，而是军队里面只能对一个权力中心来做负责，这件事情才是今天他落马的原因吗？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网络上面说有这封亲笔信留给习近平的，他说几十万军人填海也救不了台湾。但是我们在节目上也多次提到了美军的兵推，都显示美军在台海战争会损失惨重。张幼霞的这一封亲笔信在军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还有它的真实性又有多高？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封信是假的了哈。如果纯粹就军事的角度来研判，我觉得是可能是外面体制外他的别人故意借着张幼霞的名义发布了这封信哈。那我认为就里面的内容说是这个前将领刘亚洲讲的哈，几十万人填到海里也靠不了台湾哈。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讲的是纯粹就军事的角度来看，我反而认为有一件事情是造成张幼霞这个中箭落马的原因，就是我们这边一直强调的，解放军报所强调的哈，就是他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首先我们要知道，军中的指挥哈是这个是一堂化的指挥。这一定是如此，不管是美军或者是我相信解放军也是如此。你知道，这个指挥官只负责一件事情，指挥官只负责下达决心。譬如说，我们一个作战计划拟定之后，底下有各个参谋啊，有人事的参谋，有情报，有作战，有后勤，还有甚至于政战参谋来讲的话，那每一个计划一提出来之后，其实每一个参谋就你个人的就你业管的部分，你要提出你的利弊分析。比如说，我要打这场仗，打下去以后，人事部门他会分析说，我的兵源够不够补充，我可能会研判会伤亡多少人。
那情报部门可能会将对岸可能的行动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做一个分析。那作战部门会依据敌可能行动，那每一个案它拟定几个相对方案来做一个比较。那后勤部门你要这场仗打下来，要用到多少的油料、弹药，还有多少吨，其实都分析得非常详细。那每一个案、每一个各业管的部分，它一定有优点，一定有缺点。譬如说人事部门，他可能不建议打，为什么？因为伤亡可能过重。可是政战部门他会觉得说，这场仗打下去以后，有利于尔后的士气鼓舞，或者是作战部门，他认为这场仗虽然说会惨胜，但是最后还是会获得胜利。所以每个部门都有他的立场。那最后指挥官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下达决心，你打还不打？我举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这各参都分析。那天我们都知道，6月6号那天天气早上，6月5号天气不是很好。那情报部门也会分析说天候状况适不适合渡海作战，然后这个后勤能不能够补给，支援得上，人事可能会损失多少人。最后你知道艾森豪是讲了一句话吗？他只讲一句话，就是说 Let's go。然后他就回去睡觉了。为什么？他下达完决心以后，所有的成败责任由他来负。我们都经常听到一件事情啊，作战失败，如果说这场战失败的话，谁要切腹自杀？这个或者是这个引弹自尽，以谢国人，就是指挥官嘛。我像海军来讲的话，舰长一定是与舰共存亡，你负责所有成败责任。那副长一定要离开副舰长将这个作战经过要回去做报告，这是我们军人传统。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他们张又侠来讲的话，僭越了这个指挥权，然后硬要去这个习近平最后就是逾越了他本身副主委的职责，然后去这个替习近平来做很多的决断，然后造成习近平认为说是你把我架空了。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为什么说这个不可能呢？第一个，我讲解放军一次来不了10万人了。我们按照解放军，我们都知道，解放军最大的数据，包括陆海空三军最大的数据，一次的登陆是21000人左右，我们都计算过。所以我想刘亚洲他是解放军的高阶将领，他不可能连这个数字都搞错吧？所以一批登陆能够多少人都不晓得。是。第二个来讲，如果说是对台要登陆作战何其大的事情，难道解放军自己没有兵推吗？他一定也有很多种兵推嘛，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就像我们 CSIS 兵推，大概有20几种这个场景，他们也会很多种场景。这个美军会参战，日军会参战，美军不会参战啊，或者是台湾的抵抗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一定也有很多种状况，每一种状况推演出来以后，一定也有利弊得失各种状况分析。大概不至于说是简单一句话，就是说10几万人填海就造成这个渡不了海。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这个可能是张又侠下台以后，有人借着他这句话在台海之间做文章。但是我个人研判，如果纯粹就军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对台两岸兵推啊。我们台湾也没有说是解放军登陆台湾，我们就彻底能够获胜了。我们经常说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歼敌于这个毁敌于水际滩岸，就是解放军会登陆嘛。我们自己台湾兵推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个大陆来讲的话，也不至于说是10几万人填到海里也靠不近台湾。我们自己台湾的兵推，我演习那么久，从来就没有说一次演习是大陆上不了，解放军上不了。我们就说歼敌于滩岸，但绝对没有说解放军靠不了台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的可信度真的是存疑了，可信度真的不高。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张又侠落马的原因，很多的方向都是指向说，主要是他越权是否有架空习近平。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持续的来关注说，那他如果一旦落马了之后，这些高层这样子的一个实战高层倒下，接下来军力上，解放军的军力会否削弱，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还是反而会让军权变得更集中，指挥就会变得更明快。更容易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因为张又侠他有这个实战的经验，但是问题是年代久远。比如说，在1979年的陈越战争，他那时候只是个连级军官。1984年的老三战役从1984年的4月打到1984年的9月，但是是轮驻的，它由各战区各人来依防这个月是由你来当班执勤，下个月换另外一个战区过来，所以是轮驻。那张又侠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个基层军官，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是基层军官跟现在的指挥的体系那么高，所以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这种作战的观念，
那种战役的指挥、战役的那种经验，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是传统战争，现代化是数位化的战争，两个作战形态是不一样的嘛。那这样的话，对张幼霞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因为有作战经验而能够在现在的指挥体系能够发挥所长？我认为功能不大，有功能，因为他最起码有实战，最起码在战场上有实际的经验，但是我认为是影响不大的。何况是那个年代久远，也就是说他有战功，那升到了上将，可以这么讲。当然呢，他也受到了他父亲张宗逊跟那个习仲勋啊，习近平他的父亲有这个私交，有这个两代这个交好，那这样子他也有这方面的背景，也对他有所注意。但是我们现在从另外角度来看，那个中国大陆一向是强调枪杆直出政权，对，那枪杆直出政权，换句话说这是要很谨慎。那这个领导啊，又要定于一尊。那现在我们来看，江幼霞从事军旅50多年，那是这50多年，他的各路人马他弄得很清楚啊，50多年在这个军队里面打滚。习近平他毕竟是一个平民出身，他没有军人的背景，就当军委会主席了。但是现在是军委主席制，所有人都要听军委主席的指导。那对这个50多年的这个军旅的经验，能够我们讲到的这个整个撼动一大权在握，是中央军委会第2号手人物。如果他身边对习近平有一些意见，习近平会怎么看？压力非常的大。对，而且我们知道，习近平第3任任期必有杂音。那必有杂音，如果张幼霞站在杂音的这边，或者是他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的陈述，习近平压力会很大哎。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你好像要另立党中央一样哎，会造成习近平的芒刺在背。所以我认为《解放军报》在这方面的说明是有它的一个逻辑跟依据，是这个样。那因为他在某方面的这个言论当中，可能对习近平是有一些不同，那造成习近平的压力。今天是不是要定于一尊？因为军队之事啊，成于一，败于2、3。那如果是现在不立刻立马来做解决这方面问题，往后可能伟大不了，习近平可能就更容易被撼动了。何况他第4任还在做呢？那第4任要做啊，那现在赶快做处理，要不然第4任的这个任期的之路啊是非常崎岖难行，所以只能够立刻壮士当晚进行这一方面的行动。好，杨老师又怎么看呢？第一点，我觉得西方媒体认为他可能是贪污或者是泄密，绝对不是真的。因为到他这个层级，经历过这些的过程，其实如果是贪污，那当然贪污也许是一直的调查，但是呢，以这个为主要的原因，把他跟刘振立2个人同时就是送办，那我觉得贪污跟泄密应该不是真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他跟刘振立代表了什么呢？他代表了军委会的副主席的最资深，然后呢，刘振立代表的是军令系统的最高指挥官，也就是参谋长。所以换言之，这2个人的结合代表的，他们一定在军令系统上面，也就是在作战指挥的这个层面上，有跳过军委会主席，然后可能自己主导，可能部分隐瞒，可能根本没有告知。那我觉得以过去这段时间有3个行动，其实是跟军令系统有关的，那就是在高市早苗发言之后，对台的围台军演，以及辽宁舰穿越宫古海峡，在第1跟第2岛链之间的演习，后来发生雷达照射事件。第3个，中俄的联合空军演习，也就是战略轰炸机穿越日本海、对马海峡、宫古海峡，这3个几乎是很接近的这个时间点。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军令的决定的军事行动，但是大家都知道，这3个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跟安全的意涵。如果说这2位他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但跳过了军委会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部分隐瞒、部分没有告知，很多情况都有可能。那习近平会觉得
那我作为军委会主席，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不是单纯的演习，这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它会对国家战略、对国家利益产生有影响，不管它是不是该做或者是怎么样，这是应该我的决定，就决策权而言，各位要了解哈。在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就任之后，隔1年，他也召开了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以他们也有国安会呀。这个国安会主席就是习近平，然后呢，3个副主席分别是政、党、军、李强、蔡奇以及当时也就是最主要的军委副主席。所以实际上，中国大陆在做这种对外要不要发动什么样的战争，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是政治决定，这不是军人决定的。军人在这个之前，不管你是什么层级，就算是军令最高的军委会的所谓的副主席，你只是告诉我打或不打各自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成效，决定打跟不打怎么打是政治的决定。我觉得张又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因此可能大概就真的是侵犯到了习近平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尾大不掉怎么还得了，那就变成枪杆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权了。那现在又成立一个国安会。所以你现在看到，我觉得慢慢将来的权力可能会移到国安会这个层面来，不是我以前待的那个国安会了，那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委会的角色，我觉得会有点转变，是因为军委会现在感觉到它已经有点超越，它只是做一个军事的参谋以及决策，最后关键还是国家领导，还是军委会主席，还是国安会的主席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习近平在震撼军权吗？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在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事情是否有践踏军委主席这个负责制的这个制度曝光哦。那么传现在军中恐怕爆出辞职潮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在爆发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德国之声是马上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张又侠跟刘振立落马之后，解放军报这个1月25号的社论特别讲到了说，这2位现在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算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反腐行动的再一次的胜利。不过呢，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他的文章第2段，德国之声的文章第2段也特别写到了5个严重，帮观众朋友稍微念一下。这当中包括写到，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军委信任的一个重托，还有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甚至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等。今天特别做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他这当中特别提到的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的负责制哦。我们先来看到为什么解放军报这时候对这2位所提出的5个严重，那么刚刚特别提到的严重违背的主席军委制度，这个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赖老师怎么看？是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张又侠他本身一直受到习近平很高度的信任，充分的信任啊。这个也可能跟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因为他的父子辈，他们基本上在过去是同事，都是在陕西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的父亲原来在陕西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后来红军当时2万5千里这个我们这边叫做他们逃亡，大陆叫做长征的这样的一个2万5千里的运动中，到了陕西落脚的时候，本来习近平的父亲他基本上是可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他们非常遵守党中央的这个，也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整个权力交出来，也就是由当时以周恩来、毛泽东等为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指挥领导，所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这个是后来所有的共产党那边在党的军队里面跟党的制度中，对于习仲勋就习近平父亲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因为他的父亲一直非常严守这个党的伦理、党的行政的纪律。张又侠的父亲在当时也当过相当高的职位，那么到这个1949年吧，还是一个上将而且当过副总参谋长，就是地位都非常高，也当过总装部的部长，也是陕西人，在这个地方也曾经战功也是很显赫。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一般估计啊，他们很有可能都在大院里面长大。那因为这个习近平的父亲最后是当到副总理嘛，地位是比较高的。然后他的张月霞的父亲的地位是比较低一点的副总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块长大的情形下的时候啊，到后来他们又开始习近平开始回到中央，因为本来一直在地方当大员嘛，在福建这个地方工作了很长的时间，那开始回到中央去工作的时候，张月霞一直非常受到习近平的重用。那一般来说，习近平对他是很信任，因为是红二代，红军的第二代啊，那也一直很信任，所以很多的权力事实上是由他来去处理军队的事。张月霞其实在军队里面是有贡献的，所以你看到他们讲的毛泽东时代的几个案例中，就是不能够因为你有功劳而去破坏了哪一些制度，或是有涉及的贪污腐败，那功过之间不能够相抵的啊，有这样的一个讲了很多案例，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指涉性的一个讯号。我个人认为说，第一条跟第二条它会列出来，主要的就是习近平对张月霞这么的信任，那张月霞就应该要完全的忠诚的执行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指示，甚至要对习近平负完全的责任。可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么多的人事的弊案，很多人都是跟张月霞有关的，也可能是张月霞推荐的，或是提名的，然后最后由习近平拍板定案，那都是信任嘛。我觉得他信任张月霞，接着就委托给他来去，结果怎么会一个一个弊案都出来？最后涉及到的是系统性的贪渎案，那这个就已经违背了习近平对他的一个信任了。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会提到您刚刚讲的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我的推断了哈。就是有很多的决策或者有很多的公文应该要送到军委主席来批的，那很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对于张月霞的信任，很有可能很多公文或者很多的决策，那张月霞就说我负责到这里就可以了，没有往上送。我的推断了，这个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没有任何根据。那合理的推断就是说，有很多的决策应该是要送到主席，但是却变成是在副主席就代行就决行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方也发生，其实在过去的国民党也曾经发生也就是说，常常在军方里面代为决行的这种情况是常常出现。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例如说本来这个文应该要送到国防部部长，但是这个总长比较强势，他很有可能就是说我说了算，我负责。对。那就公文就不送到部长。我过去在部长那边在国防部工作过，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帮部长他们草拟一些文案法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个在有些地方你碰到比较强势的一个干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说了算了，我定了就没有往上送，那底下的人不敢讲话，那主席或是这个大老板不知道，因为公文没有到他那边来嘛。或者很多的觉醒没有到他这边来，下面人就把他挡掉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军队里面也过去也曾经常常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在解放军也发生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第二条，就严重的践踏破坏主席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应该由主席来做决断的，很有可能副主席就代行决行了。那这个就破坏了主席负责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张幼霞落马的原因很多，当中包括违背了领导、违背了主席那还涉及到说各种的，或许有涉及到的贪腐案。那另外就是说他落马之后，接下来的位置会由谁来递补上？等一下我们请委员来带我们看，习近平会不会拔擢一些比较新的军系人马呢？等一下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是，如果是依照台湾的这个国防安全研究所的分析，依照中国的国防法的话，一般来说惩处这一些涉案的高阶将领是由中央军委的职权来做的事情。尤其回顾一下，当年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0月的时候，何卫东落马，那时候的官宣是写的是党中央还有中央军委来做决定，开除他的军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张幼霞跟刘立东落马，却官宣只说是党中央，并没有提到中央军委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请教委员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央军委，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接下来会有谁来递补上呢？这个位置，中央军委现在这个圆满编是7个人，那4中全会之后只剩下3个人，当中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张又侠、还有副主席张升明跟刘立东等人。那么现在军方将领出身的中央军委，唯一现在看得到的只有张升明，委员怎么看？一定会递补中央军委，因为这个中央军委的体制在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上啦，是一个体制性的机制，所以人员会有出缺，但是体制会存在，所以中央军委应该还会再找新的人来递补啊，这个不用去特别担心他找不到人，他可能再想一想看谁比较适合，赖于谦啊。还是李正杰哈，在挑的当中啊，谢谢你啊，这个幽默一下，幽默一下。目前为什么没有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因为人数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用中央军委开会来决定。因为如果中央军委决定，就是中央军委的人数开会决定。那现在人数不够嘛，所以不可能中央军委来决定，就党中央来决定。因为对于这个共产党的体制来讲，党中央的位阶是在中央军委之上啊，而且他们自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之后，一直都践行一个制度，只准党指挥枪，不准枪指挥党，就党大于枪啊，军队只能听啊党的命令，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啊，就是不许异议，这个很类似欧美国家哈所主张的一种概念，就是文人领军啊。只准文人指挥军人，不准军人指挥文人，大概就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概念。那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一个运作方式，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动员的举国的力量，有时候不是军人所平常接触的范围嘛，而且很多战略安全的考虑现在那些军事安全专家非常的多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转型。但共产党转型就是他想要变成一个正式的军队，一个革命的军队，所以他不可能用传统的那种什么冯玉祥啊，这个孙传芳那种运作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会提拔新的军系人马，而且他可能要回避到旧的团体。因为解放军长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个问题习近平是想要打破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院子弟。什么大院子弟？刚才赖教授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家同一个这个干部院子里面长大的小孩，然后别人再怎么努力都升不上去，可是你只要是我的谁，下个条子就一直升上去。所以解放军的升迁制度很明显的被这个大院制度所破坏。第二个就是从解放军习近平上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在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解放军的贪污这么厉害吓死人所以习近平觉得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所以他就动手来整顿。那整顿到现在这么庞大体系，已经整顿10几年了这个还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也蛮讶异的现在张又侠跟刘振立从他的里面所谓5个严重，我的感觉跟判断分析是认为说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抗命，抗命有严重的抗命，不是普通的抗命，到底什么抗命现在并不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有在军队里面搞自己的派系，所以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自己人拉拔，不是自己人就不准拉拔没有军队里面要讲功绩制谁有多少成绩、多少成就，然后多少这个记功嘉奖，以这个来作为升迁标准。那可能解放军很多这样被破坏掉了，而这个是违背习近平的一个主张。习近平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党内你注意看他党内的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没有沾亲带故了，已经没有红二代了。这很不容易你要知道对吧？因为有时候红二代就我爸爸是一条龙，我就是一只虎所以什么职务都要那对习近平来讲，他是觉得共产党要往更现代化去走的话，这种情形就不存在所以你看政治局委员里面就找不到有沾亲带，而且没有红二代，有啦一个就是习近平。
其他没有了。所以习近平这个改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军队里面其实这种沾亲带故在解放军里面更严重。国民党的军队以前也是啊，现在经过他们军官学校训练了以后，像到赖教授啊，这个厉将军，他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了，已经很少。我觉得这是个进步了哈。那你说把这么大的官给开革会不会很严重？当然是很严重。可是美国才发生啊，那个川普一上来就把那个联席会议主席给开革了，米勒是不是？对，就把他开革，还要把他移送法办，我觉得实在是很搞笑哦。所以各国都会有类似的情形。但是习近平只要有心改革，解放军就是一个能战的军队。否则，解放军如果他的军中的职务是靠人事关系、靠这个贿赂而来的，如果真的要他打仗，他怎么会打仗？是啊，他保本，他干嘛跟你打仗？会有类似这种情形。那我认为他没有所谓的削弱军方权力，因为本来这个解放军的制度就是要调动一个连都要军委会主席首令才能够调动啊。那这个弱化军队的权力不会啦，因为党指挥枪权力在党，不是在军队，所以他们每一个军队里面都有一个指挥员，然后再加上一个政委啊。那政委其实也是军人，不过政委直接听党的啊，那任何命令都要2个人签字才能够执行。这套制度自从在那个苏联共产党开始实施啊，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确保军队是一个政治的军队，也确保军队听党，不会变成各自山头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制啊哈。那所以我是觉得没有所谓弱化军队，也没有所谓习近平想要大权独揽他也没那么多时间了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制度运作起来。那可能张又侠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要不然不会立案审查调查。对，但是绝对没有像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讲的什么泄露核子机密，那根本乱讲一通。为什么泄露核子机密不是立案审查调查？直接投到监狱里面去了。是好，所以看到习近平针对这一次解放军的内部做了一个大改革，那让这个张又侠现在看起来刘正立都落马。那可是现在也有传闻说，是不是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兵变会再起来呢？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哦。那现在有关于这一种流言，其实有2个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一个看法是说，包括你看到东西战区都已经转发消息啦，但是我们看到北部、南部、中部战区还有火箭官方账号是没有声音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中内部已经爆发了所谓的辞职潮呢？尤其是因为张又侠在军中的威望非常的高哦，那落马震惊了军队，引发了这个团处级以上的军方的这些军官非常的恐慌，所以引发了离职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将军在军中多年，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很明显的就是一场权力跟人事的斗争可能性是很高的。其实只要是人在一起就会拉帮结派，这是免不了的。甚至于说是我们在外面政治圈上面也看到是如此嘛。谁是谁的人马，谁是谁的子弟兵等等。我们在台湾的政坛上面经常看到这种报道。然后我跟各位报告，尤其是军人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军队是要集体在一起打仗的，所以上下要求的是一心。我们讲说军人要有3信心，是哪3信心呢？第一个，你要信仰你的长官；第二个，你要信任你的部属；第三个，你要具备自己对自己达成任务的自信。这个3信心。所以一开始我们到军中就要求你要信仰长官，你也要信任部属。那所以说我们在军中经常听到什么马家军啊、张家军啊等等，是包括我们台湾在内，我们台湾到现在也会经常说是你是哪个师出身的，他是哪个师出身的，就以前的部队。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话，谁是谁的老板你的老板是谁？你的老板这个上去了，你就有机会飞黄腾达。我想这是人性那这次来讲，特别这个让我们感到，我认为为什么会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人事的斗争在里面，因为是依据这个第31集团军的一个爆料。为什么特别强调31集团军？31集团军是谁的这种班底出身的呢？就是苗华跟何卫东这2个已经被拔掉了。那这个爆料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对他的老板
打抱不平，说你把我老板弄掉了，我现在就爆你的料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大家要知道，当初这个苗华跟这个何卫东哦，事实上是比较这个，等于讲起来是习近平比较亲信的人马，那可能是有一些把柄哈，这个落在这个张又侠的手上。听说是他们收贿谁呢？收贿这个李尚福哈，所以让李尚福提名他去当国防部长，所以因此这个把柄落到张又侠的手上，那张又侠就告御状。跟习近平告御状哈，习近平不得已就挥泪斩马谡哈，把他们两个。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张又侠当然剩下，如果说是这两个他的政敌被弄掉以后，军中的其实也算政敌了哈，军敌好了，对，被弄掉以后，他就独揽军中的大权嘛，又是副主委的身份，所以他权力过大来讲，就可能会对军委主席，也就是习近平。造成负责任制度的一个破坏哈，就是刚刚像这个赖老师所讲的，会不会就是架空的主席？有个公文到这边来我就批了，甚至尤其是在人事上面更是会如此的作为。那培养他自己体系的人马，利用这机会他培养出来。那当然对习近平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当然逮到你的一个机会，甚至于是不是有可能传说中是这个泄露了核武器的这个机密给美国哈，或者是说这个贪腐等等啊，总是你张又侠可能有一些把柄又落到了习近平手上。可是我觉得现在外面传说中会不会有兵变啊、政变啊，这些都不太可能的，因为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如果要出事，早就出事了，不会说1个礼拜以后才出事。我觉得现在反而习近平他可能可以在军权方面可以独揽大权，对他来讲哈，他可以在这方面这个可以好好的对军事方面做一个整顿，然后做一个整肃。当然有一些原来是这个张又侠的人马，可能一看我老板都倒了嘛，那我就干脆辞职，我就不干了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本来也有一些把柄哈，在军中，他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辞职，赶快走掉。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现象了，有一些人可能这个有些把柄或者有一些贪污的证据快出来以后，赶快辞职走人哈。那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我往上面发展，我老板倒了，我往上面这个再往上发展的机会无望哈，所以他也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就辞职走人。这很单纯，只是人性上面对自己的职务的安排一种的观念，但是我想说牵涉不到这个更深层的所谓政变啊这些阴谋，大概不可能。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